韩国大兵偶然捡到了一张彩票，等电视上公布了中奖号码之后，大兵赶忙去核对手里的彩票号码。经过他再三校对之后，他发现6个中奖号码他中了5个。阿韩一脸的难以置信，哦，西巴兰给，这不是做梦吧，思密达？可就在第6个中奖号码即将公布之际，电视呜的一下被他队长给关了。阿韩顿时气急眼了，他踉跄的扑到队长跟前，你滚开！阿韩先给队长打开电视机，正好赶上电视上公布最后一个中奖号码，正是他手里彩票的第6个号码数字。阿韩整个人都惊呆了 ，Oh my god， 简直是太瓦帅了，思密达！然而更让阿韩迷瞪的是，单单就这一张彩票，他就能拿到57亿的奖金。然而一想到高达57亿的彩票为何会从天而降，阿韩顿时不淡定了。3天前，他奉命守卫韩朝边境线，领导让他照着朝鲜的上空疯狂射击。眼瞅着韩国的子弹跟那个老窜天猴似的，朝鲜将领也不甘示弱，果断命手下回击，给我打300发，我干回去！手下一听，赶忙奉命行事。只是他们才不跟那群韩国虎逼一样搞浪费，而是用大喇叭播放枪声的录音循环。韩国士兵对此并不知情，还以为北面的朝鲜的子弹无限量供应。西巴郎给他们这么有钱吗？见此情况，韩国司令员赶忙连夜乘车赶回营地，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他们车上的轮胎贴了一张彩票。随后，阿韩奉命来到门口迎接司令员，谁知人司令员只是给他留了个车后腚以及一张迎风飘摇的彩票。得知彩票的奖金居然高达57亿，阿韩整个人都上头了。他无时无刻不随身携带着彩票，准备找机会请假去兑换这57亿的现金。可就在阿韩负责放哨的时候，他夹在书里的彩票呜的一下被风吹走，阿韩顿时急得痛心疾首，赶忙追了出去。然而彩票一路晃悠的飞离了阿韩的视线，接着越过了韩朝的边境线，最终落在了朝鲜士兵阿朝的跟前。随后战友告诉阿朝，这是一张价值高达57亿的韩国彩票。阿朝整个人都惊呆了，你说什么玩意儿？与此同时，阿韩不甘心到手的彩票不翼而飞，趁着夜色刨坑挖穿防护网，然后越过边境线爬进朝鲜。接着他按照温度、风速、湿度以及彩票的重量，根据自由落体公式和抛物线的原理，算出了彩票落地的具体位置。阿韩找票心切，压根就没注意到自己进入了朝鲜雷区。当他自己个儿走到算出的地点一看，他们连个票毛都没找着。阿韩正在寻思自己是不是算错了，殊不知阿朝此时已经穿着吉利服恭候多时。他拿着彩票问阿韩：“你是不是找这个？”阿韩一看，整个人都跪下了，他赶忙跟阿朝为奖金的分配展开了拉锯战。然而两人不仅没能谈妥奖金的归属分配，彩票一事也被他们各自的队长知道了。而他们的队长为了能够从57亿的奖金里分走15%，直接把关于彩票的个人谈判提升为小队谈判。然而当他举起望远镜放眼一瞅，结果却看到对面的人搁那当众搂搂抱抱的。他们这是要干啥呀？跳交际舞啊？我不知道，传递暗号啊。阿韩听队友这么一解释，果然发现朝鲜士兵用身体摆出了韩国字母的姿势，然后仨人通过对字母的进行汇总，分析出对方想约他们在水库进行谈判。想到价值高达57亿的韩国彩票还在朝鲜士兵手里，阿韩赶忙带着队长深夜到访约定地点，准备拿回属于他们的彩票。到地方发现阿朝3人早已等候多时，双方一见面就57亿的彩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。阿韩的战友呢率先代表韩国出战，战友生怕朝鲜队看明白 Excel 表格，十分的贴心手绘了一个图表来做讲解。谁知人朝鲜队比他想的更为先进，朝鲜士兵直接把办公室的投影仪给搂了过来，整了个 PPT 报告来反驳韩国队。双方都认为彩票奖金大头应该属自己，奖金我们得拿90%，你们这是做梦，彩票在我们手上，哥们儿，可你们没地儿兑呀。就这么式，双方僵持了半个来点，依旧没能谈妥，于是不得不暂时终止，各自商讨对策。眼瞅着距离归队的时间越来越近，韩国队的阿韩突然亮有一计，一会儿不管对方说什么，我们都答应，只要是彩票到了我们手里，就是1分钱不给，看他们能怎么办米的。韩国队长一听这主意损是损，但是他贼妙啊，当场就拍个大嘴，按阿韩说的干。可就在韩国队的目的即将达成之际，朝鲜队忽然注意到韩国队笑得一脸奸诈，阿朝立马就意识到对方这是在耍诈，赶忙伸手拦住了队长，然后双方拽着彩票再次陷入了僵局。但事情随即迎来了转机，韩国一位军需官来水库取水，得知他们几个人扭打到一起的原因之后，军需官立马就给出了个不偏不倚的主意：彩票你们55分，北方给彩票，南方去兑钱，为了避免有人耍诈，你们双方各自派出一个人做人质交换到对面，等彩票奖金各自到手之后再换回来就完事儿了呗。韩朝双方队长一听，立马就派出了各自的人质阿韩和阿朝，随后几个人在水库边上备下宴席，庆祝双方达成合作。他们更是卯足了劲儿，纷纷祭出自己的看家本领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很心愿。
伴随着双方妖娆的舞姿，阿曹和阿寒开始了他们的人质生活。两人本以为他们很快就会拿到彩票奖金，谁知这时部队领导紧急下令，特殊备战时禁止来请假，若你非要请，只能是病假。于是队长只能让小兵从左点拿个凶器出来。等小兵选出了一个伤害最高的武器，队长抡圆了武器，照着小兵的大臂膀扑通就砸了过去。随着小兵光荣负伤，队长给小兵裤衩子缝了个暗袋。临别之际，他再三跟小兵交代：你是裤裆，无被希望，我在当下保持警惕，请领导放心，票在人在，票没我亡。由于彩票此前落入了朝鲜队长的手中，韩国队长为了拿回彩票，不得不同意朝鲜队长提出的条件，跟他平分这57亿奖金。双方还偷偷交换了一名士兵做人质，来确保交易的进行。可就在韩国士兵阿寒沦为人质的第一天，他就被朝鲜部队的硬核训练给整懵逼了。眼瞅着阿寒被当众点名表演一场胸口碎大石，朝鲜队长及时赶来，把阿寒调去农场搞养殖。得知朝鲜农场的鸡鸭鹅因为 KPI 考核压力太大，已经1个多月没有贡献鸡鸭鹅蛋了，阿寒立马就想到他们的韩国特产，顿时心里亮有一计。他用彩色的布匹把农场布置成夜店现场，接着嘎巴一下拉下开关，打开蹦极灯，放了一首多巴胺 music。 果然经过一夜的蹦迪催生之后，朝鲜农场迎来了大丰收，鸡鸭鹅蛋收获的那是一个满满登登。看到农场发愁了1个月的问题解决了，朝鲜领导感动哭了，阿寒顿时在朝鲜扬名万里。与此同时，朝鲜士兵阿朝也在韩国部队混得风生水起，他救出了一名被韩国部队霸凌的新兵。碍于韩国的新兵实在太弱，阿朝不得不手把手教对方如何整理内务。眼瞅着让他鞋刷干巴巴的刷鞋不好使，阿朝伸出舌头照鞋面就一舔，然后拿毛巾唰唰唰唰一擦擦，是疯狂地猛擦，鞋面顿时亮得跟那个100瓦的灯泡似的闪闪发亮。随着阿朝带领着全队人员抢夺内务标兵，负责兑换彩票的韩国小兵也成功抵达了首尔。小兵准备乘坐地铁去兑换彩票，而他此刻也践行着对大家的承诺，保持警惕，活在当下。只是他的姿势过于猥琐，被路人小给当成了变态，拍下照片给他发到网上，挂在了热搜榜1大哥的位置上。队长看到热搜的时候，整个人气懵逼了。但是他更懵逼的是，朝鲜部队的督察员发现了阿寒的韩国身份，督察员立刻手持 AK-47，用这个把柄来要挟他们，准备独吞57亿奖金。然而就在几个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头野猪冲进了分钱的地下管道，野猪把钱当成了食物，拱起钱袋子冲到了管道外边。督察员仗着自己有一把 AK-47，跟在野猪后面追了出去，结果却误入到边境线的雷区，轰的一声和野猪一起炸了个烟花绚烂，锣鼓喧天。众人一看，顿时亚麻呆住了。就在他们以为这57亿的钞票要打水漂的时候，小兵从裤衩里掏出10来沓钞票。那什么，是活在当下嘛，总归不能白忙活，是不是？